嘿，大家好，欢迎来到黄老师频道。今天我们试驾的这一辆车，是有很多人，直接密我说，这辆车让我试一试啊。这辆车是什么呢？本田的 CBR 400R。这个的话是2020年的，2020年的，今年的这个新的它换了，它一个是这个前叉变成了倒立的倒叉，然后另外一个是双碟刹，它变成了双碟刹。这个的话2020的版本的话还是单碟刹，然后还是正立的前叉。这个改变还是听上去今年的这个改变还是挺不错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辆车的外观，因为外观大部分大的地方没有变过，基本上都是这个脸，然后这个设计，今年就换了一个颜色，然后换了一些配件。那这个的话可以看一下，我首先第一个就发现这一辆车哪里有厉害的地方，就是你看这里居然有个小翅膀，有个小翅膀，居然这个是我一直都没有发现的一个地方，居然这里前面还装了一个小翅膀。那如果比如说上面装一个自己去装一个大翅膀，然后再加上下面有一个小翅膀，这不是很帅？本来这个车的话，这个前脸也是非常帅的。那现在看过去，这个前脸也是很帅的一个车，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一些设计，这个设计还是挺不错的。然后再加上哪里有一个设计呢？我比较喜欢的就是看这个座位后面，这个座位后面的这个设计其实是非常给力的，是非常有现代感的这个感觉的。在这里后面做镂空，这个东西的话，有很多的车在后面做的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像比如说后面有一块这一部分，就这一部分很大，然后这里的话呢，就比如说没有什么镂空什么设计之类的，所以就比较难看。那可以对比一下边上的GSX， 就是那个感觉的，就是一整块什么也没有的然后 CBR 400只是后面明显有做了设计的这就是区别。但这个车的话，我也不会去用它跑高速。400cc 的话，我比较想要的就是在城市里面跑起来非常的舒服的这个感觉，而且 400cc 的话，引擎也不会特别热，所以这个的话，我还是比较期待这个车的。因为当时在选 CBR 250RR 的时候和这个 CBR 400的时候，纠结了一下，是要先买250还是400，最后还是买了250。400当时缺货，本来的话有可能上了400。那么我们就去骑一圈看看吧。OK， 现在发现了这个地方是碳纤纹的，这不是碳纤维的，这是碳纤纹的。这里下面就能看出来，这个就不是碳纤的。不过就这么做了之后，感觉还挺不错的哈。有一种亚光的碳纤的感觉，这感觉还挺不错的。OK， 码表的话，这个码表好小呀，这个转速什么的和这真的好小啊。主张的是这个速度吧，这个转速什么的主张挺小的，这么小一个。哇，这个离合器好松啊！这个离合器赶上忍者400了吧？这个离合器很松，可以的。本田就是这个这转向灯和喇叭的位置都是反的，跟其他的厂家的都是反的。离合挺线性的，离合挺线性的。离合可以，离合非常的不错。这个引擎特别温柔啊，这个感觉，引擎的这个感觉特别温柔，但是震动很强，震动在手把上面的震动很强。感觉这个车就不是一个仿赛，就是一个跑旅的这种感觉。更偏向于跑旅的这个感觉。
外观做的非常像仿赛，然后实际上它是一个跑旅的这种感觉。这个车是非常轻量的，现在这个稍微在上面晃一晃，这个车是非常的轻量，这个真的是操控起来应该是非常的不错的。现在在城市里面的这些真的是很不错，它很轻量，真的是不错。然后呢，我为什么感觉这个本田的车为什么这个反光镜这么的正？它这个反光镜是有点问题吧？这个设计或者说它这个整体的这个设计应该是有点问题的吧？我觉得，都是很正的，但是车上面现在暂时屁股上面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震动，刚刚出来的时候感觉到手把上面有震动，所以待会儿再看看到底这个震动到底是怎么个样子的。如果按照现在刚刚开出来那么一点点路的感觉的话，跟忍者400可能很像。是这个感觉的是这个感觉的。5000转的话，脚踏上面开始有震动了。手把上面也有震动，脚踏和手把，但是屁股上面没有震动。在大概5000转到6000左右的时候，这个震动出来的。然后现在的这个感觉的话，很轻松，感觉现在这个很轻松骑出来。刚开始的这个力道上来什么的，全部都很轻松。这个车，坐在上面也能感觉到这个车非常的轻量，自己也能感觉到这个车非常的轻量。在保持5500转的时候的话，感觉还是怎么说呢？震动。为什么这里会冲出来一辆这么大的车？就是试驾的话，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情。继续这个现在这个震动感觉5500转的话，震动好像还没有这么5000转的左右的时候，震动好像还没有这么的就非常在意它的这个感觉，还是挺不错的。然后这个车轻像现在这种弯什么的，真的是倒下去倒起来是非常的顺，像现在这种真的是非常的顺。这个过了6000转之后，这个震动还是不是非常的好，感觉过了6000转的震动跟怎么说呢，忍400的这个震动有点像。别看它是本田，它这个车也是有震动的。这个震动还是相当的强，而且在手把上的震动的话挺早的，在4000多，现在我这个速度下面，手把上面的震动还是能够感觉得到的。引擎出力部分的感觉的话，现在给我感觉这个出力部分非常的给力，在2速，然后再跑这个速度下面，然后加上一些弯什么之类的话，没有任何的动力不足的感觉，还是不错的。然后坐在这个引擎上面，对吧？引擎传达上来的这个感觉的话，也是很不错。在2速下面的这个引擎的制动的话，不是非常的强，没有像CB1300这种太夸张了那个引擎的制动。现在 CBR 400R 的引擎的制动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恰到好处，并没有什么太突兀的这个感觉。然后开油，开油的话，当然了，你看你开油的这个手到底是拧多少，你很暴力的拧的话，那么当然有一个往前冲的感觉。不过现在有一个感觉就是，油门拉起来有点重。现在的话，我这样一直开着油门，就骑了这么一小会儿的时间，就感觉手上面有点累。这个油门应该是拉起来还是比较重的。直线上面不太容易感觉得到，在弯道上面，比如说有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的话，感觉这个避震，有那么一点软过头了。
支撑性并不是非常的好。在一些转弯的时候，比如说如果像现在这样，然后地上面有个坑洼的话，就会很明显感觉这个轮胎有一种弹起来，然后有一些扭动的这种感觉。这个还是大概这个车有一点点稍微不太好的地方。而且今天因为试的这些路的话，都是有一些坏掉的一些路，所以这个试起来这个避震的话就非常的重要啊。以前的话，因为在东京都内的话，这些地都是做的非常不错的。现在到了千叶来的话，像现在这个地方的话，一看就是新造的，这样就比较好。然后像前面一些路的话，这个地上面就非常的糟糕，然后碰到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就会想要这个车的避震稍微再好一点的这种感觉。所以说的话像这种弯。这个车真的是轻快，真的是非常的轻快。然后反过来又可以说吧，这轻快是非常轻快的，但是避震确实有那么一点点问题在那里，需要再有一点支撑性。那么这一次的话，2022年的这个版本的话应该是什么来着？肖瓦的这个倒叉吧，应该我记得是肖瓦，好像反正做视频的时候在这边如果错了的话，我打一个正确的在这里。倒插了的话，应该会改善不少，我觉得。现在的话，这个避震确实需要再改进的。这个车的话，那么国内的朋友，比如说你如果买车的时候，你买到的是2022之前的版本的话，那你就要考虑一下这个避震。你在你的开的路上面是不是有一些不太好的路？这个的话必须要稍微自己先确认一下的。这个避震的话，有可能会在你比如说像这种转弯的时候一个大的坑洼，你就可能翻车。这个安心感比较小，这个确实这个避震的安心感会比较小一点。然后刹车的话，确实也是这个感觉，够是够了。一般来说的话，你比如说跑上去，比如说只有60公里的，你跑上去60公里、40公里，再快一点，比如说你就80公里左右的话，那么这个刹车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你如果想要鬼火一下的，比如说拉个100什么的，然后一个急刹车叭一下刹下来的这种感觉的话，这个刹车是不够的这个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那么比如说像这种40公里的巡航上面的话，那么这个车来说的话，真的是震动也可以无视震动有是有的，但是是可以无视的这个程度的。然后也非常的轻松，没有什么特别操控，比如操控起来比较难什么的，这种感觉也并没有所以说如果这个车买来只是跑街用的话，那么这个车非常的给力。但是你如果要去跑高速，然后或者你要去鬼火一下的话，那么这个车我估计不太适合你。离合器也是非常的线性，然后离合器又是很轻，但是它的轻量呢又跟忍者400的太轻量了不一样。它这个的话，至少还能在合离合的时候能够感觉得到它这个离合合上去的点在哪里。像忍者400的这个太轻了之后呢，你就感觉不到这个离合的点在哪里，所以也是个问题这个的话就恰到好处的感觉吧。这个油门再怎么拉，它也爆发不出来什么爆发力。这个油门拉很多，它不往前去，这个感觉，这个还是引擎反还是非常的温柔的，它不是那些这个非常暴力的引擎。拉了之后，它感觉它为什么不往前去？来刹一个。这个刹车，而且很硬，这个真的是很硬。这前面一点点的矿量，然后从这里开始拉到这个地方，就硬的都已经动不了了的感觉。这个刹车，我个人感觉好像这个刹车手感不是很好。OK， 我们再来试试转弯。
啊，这里又开始看到转弯了。这个车的转弯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的，这个车的转弯性能不错，非常轻快的这个转弯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我很喜欢，轻巧。像这种弯啊，轻巧，非常的轻巧，而且现在还是爬坡的状态，动力也是源源不断的，所以说这个车的话也是在低速上面调教的非常不错。啊，这种弯，哎，真的是可以，非常的不错。这辆车真的是转弯性能是非常非常的不错了。这个转弯应该，我觉得我还是适合这辆车的转弯性能，我不太适合忍者400的这个转弯性能。忍者400的那个转弯性能，可能自己要输入的更加再多一点，它才能好好的转弯转过来。而这个的话，稍微偏那么一点点，也就是说，本田它本身做车的话，就是对新手非常友好的一种做车的方式，所以它的小排量的车才卖得这么好嘛，所以说本田的这个车的话，我觉得转弯的性能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真的是感觉有回火的声音啊，不是我错觉啊。转弯的性能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呀，这个我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车的转弯性能了。这个400cc 的这个转弯性能真的是感觉跑这种时候很愉快，心情非常的愉快。这个车要是有这个转弯的实力的话，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就单纯的凭这个转弯的实力来说的话，就已经可以选它来作为自己的车了。3速下面的直线巡航，现在是一般的乡村小路，在大概50公里左右。然后现在的这个巡航的感觉没有任何的震动，现在是4000转不到，所以说4000转不到的情况下是这辆车状态最好的感觉，震动也小，然后动力也足。所以说，大家可能在这个车的时候要保持在4000以下，在开的时候调整一下这个档位，所以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车的，能够骑得很舒服。档位如果选错的话，这个一下子震动就马上变大了，就变了一辆车的感觉，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的。OK， 那么我们到了直线上面，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震动到底是怎么样的吧。看看，然后再看看它的加速度是怎么样的。OK， 画面切掉，加个速看一看。加个速，这个，怎么说呢？震动的话确实没有这么的厉害，在上面8000转左右的时候，震动确实没有这么厉害。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出力的感觉并不是特别的强，到了上面的出力的感觉还是非常的平稳，然后没有非常突兀的这种出力感，可能没有出力感，这个上面稍微没有出力感这么一点点的这个感觉可能还是一种比较好的说法，是吧？说的不好听一点的嘛，就是没力啊，这车，这400的车，400cc 没力啊，这上面，所以基本上的话，可以确定这个车的话，不是用来跑快的，而是在城市里面让你骑得比较舒服的，往这个方面去的。因为它底下的一些操作动力然后轻巧然后这个离合器这些感觉全部都是在低速的时候非常有用的东西，而不是在高速的时候这些东西的话就可能用不到。然后这个引擎的话，整体在高速的时候上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出力比较厉害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也没有说什么上面去了之后声浪会比较厉害或者怎么样。当然了，拉上去了之后声浪确实会有那么一点点了，但是也不至于说这个声浪非常的赛车什么之类的。
甚至这个声浪大概还不如哪个250cc来着，我想骑哪个来着啊？还没有它自家的这个 CBR250RR 来的给力。而那个 CBR250RR 的这个车的话，确实是跑高转的，确实是一个仿赛。但是这个车的话，就是一个跑旅啊，它跟仿赛没有关系。OK， 那么我们一圈也下来了，现在的话基本上也要把车还回去了。这个感觉的话，怎么说呢？就是整体都是跑下面的，全部都是低速倾向的，并跟高速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大家不要去想着我买一个400cc，比如说我要买个400cc，我要跑高速的那么请你去买别的车，甚至你买 CBR250RR 都比这个要高速性能要好这个车就不是让你用来跑高速的但是比如说你如果想要一个造型像这样的有这种有个整流罩的，然后现在这种还有碳纤纹的，然后看上去整体看上去都像一个赛车的，但是呢我又不要趴的非常的下面，我也不要去拉高速，我只要骑得帅，那么这辆车就是你想要的车。总结一句话就是，这辆车 CBR 400R 骑帅不骑快。OK，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